王志安要逼死我！滚！给我滚！你给我滚！你们总是说是我跟他离婚，不是的，是他逼着我离婚。他跟我离婚的时候，他是有条件的，他说他不会再生孩子，他说我们之间的女儿是你可以得到他全部的父爱，这都是他说的。换个时间说好不好？但现在他要王志安的这一声大吼“滚，你给我滚”，这几天在海外中文互联网掀起了惊涛骇浪，也把他自己摆上了火炉和祭坛，接受普罗大众的千夫所指和道德审判。很多人非常担心视频当中女主角的状况，甚至怀疑王志安是故意刺激事态，其心可诛。这个视频呢，我们使用微表情分析技术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冲突现场。艾森会尝试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事态他当时受这么大的刺激，真的还好吗？事先声明一下，本人无意为任何一方洗地，也没有资格来 judge 当事人。所有的分析和结论呢，完全是基于这个视频当中的表情的一些数据。这个分析使用的是工业级别的专业工具，然后用 AI 来解读这个结果，所以整个过程基本上没有添加我的任何主观的判断，是客观而且可以复现的。我们要引入的这个表情分析工具呢，是基于 AI 和计算机视觉，能够自动识别人类的基本情绪，例如快乐、悲伤、愤怒等等，并且量化表情的变化，通过分析面部肌肉的运动来评估个体的真实情绪反应，并且可以检测微表情和情绪强度等等。全球各地的企业跟研究机构都非常广泛的使用这个工具来分析消费者行为，进行心理健康评估，甚至用于欺诈检测等等专业领域，是非常专业而且准确的。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先用几个去年发生的具体的案例来练练手，顺便做一下基准线的测试。第一位呢，是去年王志安台湾风波当中的巴种。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系统的检测画面。这里呢有表情趋势折线图，不同颜色的曲线分别代表的是不同的情绪。这里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代表愤怒的红色、悲伤的紫色和开心的绿色。这几种不同颜色的曲线会随着你表情的变化而改变。憔悴一点，这样你会显得更煽情一些，懂吗？这样的道歉你学废了吗？对啊，影片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大中华王总统在他的推特上造谣，他身为一个调查记者对吧？他说这个我的 YouTube 频道才成立1年多1年半怎么这个台湾的八九说他关注我关注了2年呢？嗨，我的影片标题跟我的影片内容明明都是说推特结果呢，你把这个推特偷换概念到 YouTube 上，好你个样的王总统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巴囧的表情非常的搞怪，存在非常复杂的情绪交织的情况，比如紧张中带着尴尬的微笑。表情趋势折线图当中有大段的绿色线条，左下角的平均表情占比环形图也显示巴囧的情绪以中性、害怕和开心为主，说明他并未表现出特别强烈的负面情绪，也就是说这不是什么道歉了。右下角的这个情绪圆环模型显示了五颜六色，各个象限都有分布，非常均匀。紧张和焦虑的这种情绪比悲伤更明显，说明巴囧他并非真心感到悲痛或者抱歉，更像是在意公众的反应。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去年伦敦钢琴风波当中的粉红小妹，为什么会被他们拥戴是钢琴家、是绅士，而我一个人微言轻、身在他乡举目不清的女孩子，却要被他们人肉、网暴、谩骂，甚至波及工作？其次，我承认我是在英国学习、工作和生活，虽然我不是男儿身，但却也志在四方。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一位中国籍。表情趋势折线图显示绿色线条减少了很多，惊讶的情绪强烈，因为他对于自己同时遭受国内和国外的攻击很震惊。
愤怒的情绪出现，但不占主导，意味着他不甘心，他在试图维护自己的立场，说什么本非男儿身什么什么的。悲伤情绪几乎为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真诚道歉应该包含的悲伤跟羞愧等等表现。情绪圆环模型表明，他的情绪在愉悦和不愉悦两个象限同时被激活。这位小妹在道歉过程当中不是消极和低落的状态，而是活跃较高唤醒度的情绪，这符合辩解型或者被迫道歉型的特征，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自省或者内疚。接下来是公子沈，他因为攻击王志安是大外宣，掉粉严重，被迫要道歉。很多节目当中提到王志安都有可能不是大外宣，这一次我们输的彻彻底底。我的订阅在这2天连续暴跌上千人，每天减少800的订阅。虽然这不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但是我欣然接受。就是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我没有说王志安就是大外宣，我只是说王志安的很多行为和大外宣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表情趋势折线图显示，绿色的线条几乎没有或者看不到。情绪圆环模型当中显示，情绪主要集中在不愉悦跟活跃象限，但不是极端强烈的负面情绪。他的情绪特征更像是面对压力的谨慎回应，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深刻忏悔。情绪主导是紧张和防御，而非内疚和懊悔，可能会给观众一种缺乏真诚的感觉。公子沈表面在道歉，但他实际更在意外界的反应，因为道歉中的悲伤和羞愧几乎缺失，而害怕和防御占主导。接下来是当时王志安因为贺龙夜夜秀风波而道歉的画面，是两回事儿。所以呢，接下来我就要进入到道歉阶段。首先第一个道歉的就是民进党的那位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姓陈律师，我在这里要正式给他道歉。所以呢，我今天就通过我自己的节目公开给陈律师本人道歉。就是我这个用肢体来模仿一个残疾人来通过这个来批评民进党来造势的方式是不妥当的。同时呢，我也给所有台湾的残障人士来道歉。如果我在节目过程中间这种模仿残障人士的这个肢体动作冒犯了你们，我诚恳的给各位道歉。我本人不是一个歧视残疾人的人，我过去所有的节目，我自己所有的记者生涯，都是在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在跟权力者争取权利。我们再一次发现表情的趋势折线图当中几乎看不到绿色线条，惊讶情绪最为强烈，几乎占比超过一半，表明王志安在道歉的时候可能更偏向于强调解释或者试图引导观众接受其观点，而非低调的认错和懊悔。愤怒和害怕的波动比较低，说明这个道歉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敌对情绪或者极度紧张，而是较为主动的道歉的姿态。情绪圆环模型显示，王志安的情绪更多是强调解释和主动回应，而不是低落、懊悔或者带有痛苦的内疚。他的情绪活跃，而且主要是负面情绪，可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合理化或者试图让观众理解其立场的这么一种内在的这种东西在里面。惊讶的情绪占比比较高，可能会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带有申辩色彩的道歉，而不是沉痛的认错。我们在前面花了一些时间研究旧视频，其实是为了接下来的这个表情分析做好铺垫和基准线。施泰的视频我把它分成了3个部分，分别来研究。第一个部分是施泰回忆往事并做血泪控诉。2018年，当时我在中科院工作，当时在微博上做科普，有800多。我们看到表情趋势的折线图显示是愤怒情绪主导，绿色的线条不明显，表明施泰是在表达不满，而且愤怒的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说明他的情绪累积比较强，悲伤
紧随着愤怒之后，可能表明冲突当中的这个情绪崩溃，也就是说先愤怒指责，然后出现伤心的这种情绪，而害怕情绪的波动可能代表心理压力、紧张，或者对即将带来的冲突表示不安。情绪圆环模型表示失态的情绪强度低，表现的状态是以负面的情绪为主。那在个人受害经历的控诉、争执或者情绪崩溃以后，带有防御性的这种表达场景当中，失态的这种情况比较常见。那失态的第二段视频体现的是王志安这一声滚吼出口之前，双方情绪累积以及出现戏剧性变化的这种状况。那这一部分需要大家仔细观察细节。王志安要求我退出网络，理由是我总是喜欢对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看法，受人关注。他说他自己已经是名人了，家里不能有2个人都在风口浪尖上，这样家庭风险太大了。我说可是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是2口子啊，你不是不准我说出去吗？有时候人家搞活动碰巧邀请了我们俩，你都让我叫你王老师。他说他说我滚。那刚刚这段视频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 highlight 出来的几个细节呢？我们来看看表情趋势折线图。失态的愤怒的情绪对于王志安血泪控诉的高峰期出现在视频的前半段，而后呢情绪开始骤然转变，在后半部分出现了戏剧性的大量的绿色线条。在这个当面对峙和发生冲突的一个比较激烈的场景底下，这种情况相当不寻常。我们在第一段视频里面，失态纯粹表达愤怒和不满的时候，没有看到过这么大量的绿色。而视频后半段的表情分析结果让人感受到一定的讽刺感或者不真实感，而情绪圆环模型显示高愉悦加高愤怒加适量悲伤的这个组合呢，让这个情绪难以被简单直接的归类于单纯的控诉，而具有一定的戏剧化的表现成分。那这个过于戏剧化的情绪后半段的出现的 happy 呢，是否可以被解读为讽刺或者挑衅的笑呢？我们先不忙下结论，继续看完最后一段视频。在第3段视频里面，失态录制了很多王志安的影像。你想吓唬孩子，我滚！听到了吗？你在我们家住了9天了，你知道吗？王志安要逼死我，他要逼死我。他离婚的时候，他答应我的，他离婚的时候，他答应我的，他不是这么说的，是他们的员工都知道的。他跟我离婚，他是有条件的。当时他逼着我来日本，我们才来了2个月，他就要跟我离婚。你们总是说是我跟他离婚，不是的，是他逼着我离婚。然后情绪表达依旧以控诉为主，表情趋势折线图呢，以害怕和高兴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开始，然后是控诉的愤怒。愉悦的表情在后半部剧烈上升，最高值达到 0.878， 并且多次接近 0.85， 表明失态在这个时间段内情绪是极其好的状态，而这与他这个语言当中的血泪控诉是不太一致的。但是也非常好理解，因为老王已经为他刚才的这个冲动在事后一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失态呢，这种非常微妙的心理状态其实被我们这个表情分析工具捕捉到了，也在情绪圆环模型上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同时包含有愤怒、悲伤和强烈的愉悦3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难免会让人对于失态情绪的一个真实性打一个问号，产生一定的困惑。而后半段比较强烈的 happy 可能会部分削弱失态控诉的真实性。所以到底应该如何解读表情分析工具当中捕捉到的这个比较强烈的 happy 的愉悦的这种情绪呢？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可能会是一种应激性的，因为高压或者焦虑而触发的神经质的笑，那并不一定等同于内心的暗爽。第二种呢，有没有可能是与失态的抑郁症有关呢？但通常我知道这个抑郁症患者应该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啊、平板跟缺乏喜悦，他并不会表现出非常剧烈的这种愉悦的情感，所以这种可能性应该可以被排除掉。那第三种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当面和人发生冲突导致的这种兴奋呢？按理说其实这一种情况底下会因为愤怒、害怕跟悲伤这些负面的情绪主导，所以情绪的圆环会主要集中在不愉悦的这个区域。那除非是出现了讽刺、挖苦、挑衅、幸灾乐祸的这些表现，才有可能会进入愉悦的象限，表现出来就是胜利者的自信、轻松和得意等等。我个人觉得这种解释或许是最适合我们这个视频的一种解读吧。这里是艾森的频道，如果您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